公婆出车祸，急需输血。我给医院副院长丈夫打了几十个电话才接通，他不耐烦地说：“我正在忙工作，别烦我。血库告急，找我有什么用？我当副院长不是给你假公济私的。”他的白月光却发了合影，两人衣着清凉，在温泉里紧紧相拥。等公婆咽气，我才发现他把血库掏空给白月光的父母用，又偷偷找 JC 撤案，不追究肇事者。我打电话给他，才知他误以为我父母出事，微微爸爸双肾受损，正好你爸配型合适又刚死，赶紧捐肾，也算为医学做贡献。我冷笑一声，签下捐献同意书。好看的高质量小说千万，但人生胜利组这里占一半。全文一更到底，别忘了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精彩故事现在开始。公婆和小叔遭遇了极为严重的车祸，医生告诉我，他们的权限有限，无法调用血库中的全部血液，必须得找副院长来申请才行。我赶忙给身为副院长的丈夫许少谦打电话，打了几十个电话才被接通。我刚一开口，他就极为不耐烦地呵斥起来：“我正在忙工作呢，别来烦我。”我根本顾不上计较他这恶劣的态度，焦急万分地说道：“爸妈出车祸了，急需用血，医生说必须得你通过申请才。”他却冷冷地打断我：“血库告急，找我有什么用？我当这个副院长可不是为了让你用来假公济私的。要是把所有血都给你们家，其他病人用什么？你怎么这么自私？”还没等我回应，他就把电话给挂断了。我又再次打回去，却发现自己已经被他拉黑了。我整个人无力地瘫坐下去，大脑里一片空白。许少谦不是一直都很孝顺的吗？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？但情况紧急，我也来不及多想，连忙给他发消息。这时手机却弹出特别关注提醒，许少谦的白月光于微微发了一张合影，照片里他和许少谦穿着清凉的泳衣，在温泉里紧紧相拥。我一下子愣住了，他不是说在忙工作吗？再往下一看，定位显示的是那个我一直想去，但每次提起都被许少谦嫌弃的温泉山庄。每次我说起想去那里的时候，许少谦都会厌恶地说：“你就整天想着吃喝玩乐，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这么堕落。”可是现在他们却一起到了这个地方。在于微微离婚之后，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。每当我质问他的时候，他都会冷漠地看着我发疯，然后冷笑一声说道：“我们就是好朋友，你别这么无理取闹，像个泼妇一样，带你出去都丢人。”想到这里，我又看向手机，刚刚拉黑我的许少谦居然给他评论：“爱你。”我气得全身都在发抖，这两个家伙居然如此明目张胆。就在下一秒，几个护士脚步匆匆地推着一车血袋走过，我也顾不上抓他们出轨的证据了，赶忙拉住护士询问，这才知道人刚被送到医院不久，许少谦就下命令搬空血库去救肇事者了。正打算在追问的时候，抢救公婆的医生走了出来，满脸遗憾地告诉我公婆已经去世的消息。我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，跌坐在椅子上，鼻子一酸，眼泪就流了下来。不管怎么说，公婆对我还算挺好的。我给许少谦发消息催他回来，却看到他发了一条状态：幸好我站得够高，能为你解决一切。于微微给他评论：多亏你，爸妈才有足够的血用，爱你。我的脑子嗡的一下就炸开了，肇事者竟然是于微微的爸妈，许少谦是不是疯了？为了救他爸妈，居然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管了。我强压住心中的怒火，给秘书打去电话，把许少谦和于微微这2年的报销单发给我。电话刚一挂断，护士就过来找我签字。对方司机的2个肾都受到了极为严重的损伤，正好您父亲的配型是合适的，可以进行移植。我皱着眉头打断他家属都还没有提出配型的要求，你们怎么能自作主张呢？护士变得支支吾吾起来，看到我脸色冰冷，就赶紧回去请示了。仅仅过了几分钟，许少谦的电话又打了过来，他愤怒到了极点，大声怒吼着：“你发什么疯啊？你知不知道器官移植是有最佳时间的？微微的爸爸双肾受损了，正好你爸配型合适，而且刚刚去世，赶紧把肾捐了吧，这也算是为医学做一份贡献了。”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，难怪他刚才表现得那么毫不在意，原来他以为去世的是我爸妈。愤怒的火焰一下子就在我心中熊熊燃烧起来，难道因为是我爸妈就可以这样不顾他们的安危了吗？见我好长时间都没有说话，许少谦心虚地轻轻咳嗽了一声，然后放缓了语气：“芷月呀，爸妈已经不在了，我也很悲痛。芷月呀，爸妈已经不在了，我也很悲痛。但是我是一名医生啊，现在有机会去挽救其他病人，我不能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而不管啊。”
他好像被自己的这套说辞给说服了，语气又慢慢变得强硬起来。而且微微是我的朋友啊，我帮他这个忙是理所应当的，你怎么总是这么小气呢？我看你就是当家庭主妇当得太久了，嫉妒微微这个事业型的女性，所以才老是针对她。我再也忍耐不住了，冷冷地打断她：许少谦，你是不是忘记自己的副院长职位是怎么得来的了？她立刻就闭上了嘴，过了好久才恶狠狠地说：陆芷月，你居然敢这么跟我说话！许少谦是我爸爸一手扶持上来的，从谈恋爱一直到结婚，我无数次地问过他是不是真的爱我，他每次都回答说是，所以哪怕我知道他把于微微招进了医院，而且还和他交往密切，我也都故意当作没看见。后来他当上副院长，也是因为他暗示了我好多次，我怕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，才把管理权交给他的。这么多年来，为了照顾他的面子，我一直故意避开这件事不提，还经常夸赞他能力很强。可是现在呢，他为了于微微害死了公婆，还想要把我当成傻子一样糊弄。我冷笑了一声说，器官移植可不是一件小事，从温泉山庄到这儿不过才半个小时的路程，你最好赶紧过来。他被我戳穿了谎言，又羞又恼，原来你是因为这个，微微现在还担心的直哭呢，我可没有闲工夫跟你在这里纠缠，赶紧把同意书签好，你爸妈都已经死了，你还这么自私，说出去都让人觉得丢人。还没等我回应，他就把电话给挂断了，并且又一次把我拉黑了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嘲讽地笑了一下，既然他这么无私，那我就签下这个同意书好了。我还真想看看，当他看到被摘除肾脏的公公时，会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。许少谦带着于微微来到医院的时候，手术还没有结束，一看到我，他马上就松开了原本搂着于微微腰部的手，眼睛也不敢直视我，目光躲躲闪闪的。我满是嘲讽地看了他们两人一眼，然后站起身来。于微微马上装出一副很害怕的样子，躲到了许少谦的身后。许少谦很不满地瞪了我一眼，然后心疼地哄着他，别怕。我没有理会他们，只是平静地说道，等给爸妈办完葬礼，咱们就去离婚。他先是愣了一下，紧接着就冷笑起来，怎么拿这个来威胁我？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你爸妈自己开车不小心，还报警说微微的父母要负全责，多亏我及时下命令，才把人给救回来。不然的话，失去的可就是4条人命啊！你还好意思闹离婚？于微微眼里含着泪水，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，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。陆小姐，我也很伤心啊，可是我的爸妈还没有脱离危险呢。我知道你怨恨少谦把血给了我爸妈，我替少谦向你赔罪。说着，他就要磕头。许少谦急忙把他扶起来，满脸都是心疼的神情。这不是你的错，你不用道歉，是他心眼小。可是爸妈还没有醒过来，就被当成嫌疑犯了。于微微捂着嘴，哭泣着扑进了许少谦的怀里。他们两个人旁若无人地拥抱在一起，那种亲密的氛围，就好像他们才是夫妻一样。我冷冷地看着这一幕，只觉得十分可笑。许少谦又瞪了我一眼，然后低下头温柔地说，你放心吧，我已经给派出所打过电话了，他们很快就会撤案的。撤案？我再也忍不住了，大声骂道，许少谦，你是不是法盲啊？他爸妈有酒驾的嫌疑，这可是刑事犯罪，你说撤案就撤案？许少谦满脸都是不认同的表情。微微的父母都是遵纪守法的人，怎么可能会酒驾呢？他看向我的眼神里失望的情绪越来越浓。你爸妈不过是运气不好才去世的，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，拿别人来撒气？更何况微微的爸妈现在也还在抢救当中，你就这么冷血，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吗？他一句接着一句，谴责我的话就这么顺口的说出来。见我一直都没有回应，他又缓和了一下语气劝说道，爸妈去世了，我也很悲痛，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不能意气用事啊。说着，他心虚地看了我一眼。在回来的路上，我和微微已经商量过了，既然叔叔移植了老丈人的肾，以后你就把他爸当成你爸好了。我冷冷地看着他们，依旧一言不发。许少谦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，说话的语气也生硬了不少。按理说，移植之后就不应该让你再去打扰对方了，要不是微微心地善良，你以为你会有这样的机会？如果你非要追究的话，那我也不妨告诉你，有我在，你是不可能伤害到微微的爸妈的。我冷笑了一声，心里已经毫无波澜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不再追究了。但是警察可不会这么轻易就答应的。我到达车祸现场的时候，在于微微爸妈的身上和车里都闻到了很浓重的酒味，警察也说很有可能是酒驾，现在就等着验血报告出来了。趁着这个时间，我给公婆的亲戚朋友们发去了消息，就因为这么点小事，你就要跟我离婚？你发什么疯啊？我告诉你，一旦离了婚，我是不会再跟你复婚的，到时候你可别后悔。
我微微一笑，我不会后悔的，倒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我才不会后悔呢。他一脸笃定的表情，那副等着我回头求他的骄傲模样尽显无疑。我真的很想看看，当他知道真相的时候，还能不能这么淡定自若。另外，爸妈的遗体已经处理好了，你跟我去看最后一眼吧。许少谦刚要跟我走，就被于微微拉住了。他可怜巴巴地撒着娇，少谦，我有点害怕，你能不能在这儿陪着我呀？许少谦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。于微微看向我的眼神里充满了挑衅和得意，我忍不住笑了起来。这可是许少谦自己要留下来的，事已至此，我也不想再劝他了。我向医生说明了情况后，他们的表情都很复杂。真的不用跟副院长说一下吗？我装出一副遗憾的表情，人都已经死了，不能复生。他想先安抚活着的人，我也没办法。几个小时之后，于微微的爸爸手术结束了，在我的再三催促下，许少谦这才不情不愿地跟着我去太平间。还没走2步，他的电话就响了。接通电话之后，他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阴沉。放下电话，他瞪大了眼睛问我，姑姑说我爸妈去世了，是怎么回事？于微微娇声呼喊了一下，然后跑过来抱住他的胳膊说道，陆小姐，你怎么能撒这种谎呢？他们可是你的公婆呀，你就算再不孝顺，也不应该拿生死这种事来开玩笑啊。许少谦的脸色变得越发铁青，眼睛里逐渐多了一丝厌恶的神情。陆芷月，我爸妈对你那么好，你居然就这么诅咒他们？你爸妈养出你这样的女儿，死了也是活该。我的手微微发颤着放了下来。这么多年了，我到底是被什么迷惑了双眼啊？居然到今天才看清他的真实面目。许少谦被我这一巴掌打得愣住了，反应过来之后，脸立刻就黑了下来。陆芷月，你别想再让我去看你爸妈了，他们的葬礼我也不会参加的。说完，他就拉着于微微转身走了。我很平静地回到家里，把许少谦的东西全部打包好装箱，然后扔在了家门口。之后，我又联系殡仪馆来筹备公婆的后事。到葬礼的前一天，许少谦依旧没有把我从他的黑名单里解除。我把地址和时间给他发了过去，也给于微微发了同样的内容。这也算是尽到了我作为儿媳最后的一点义务了。和我预料的一样，葬礼当天，许少谦并没有出现。他的姑姑马上就给他打了电话。葬礼的礼厅里很安静，那边许少谦的声音清楚地传进我的耳朵里。姑姑，你怎么也跟着陆芷月一起骗我呢？是不是他让你来找我的？我爸妈对他那么好，他还诅咒他们，如果他不道歉，我是不会接他电话的。你们也别理他，他就是想用这种办法骗我去参加葬礼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还没等姑姑说话，他就不耐烦地把电话给挂断了。许家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舅奶奶也来到了葬礼现场，看到这整个过程之后，气得用拐杖不停地砸地。她让人再给许少谦打电话，还没等许少谦开口，老太太就大骂起来，你爸妈都已经死了，你这个不孝的东西，居然连最后一程都不来送。许少谦压抑着心中的怒火说道，舅奶奶，你们都被陆芷月骗了，他现在为了跟我闹，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。舅奶奶根本就不听他说的话，扔下一句你要是不来，我们许家以后就不认你这个子孙了，然后就把电话挂断了。过了10几分钟，许少谦还是来了，一看到在礼厅门口的我，他就冷笑了一声说，如你所愿，我来了，你还想继续演戏吗？姑姑眼睛红肿着走了出来，许少谦，你爸妈的葬礼你都迟到，你还有脸来说芷月？许少谦皱着眉头说道，姑姑，你们别这样没完没了的。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姑姑的痛哭声给打断了。真是造孽呀！医生都说本来是有机会救的，你不是副院长吗？为什么不去救自己的爹妈呢？许少谦的表情慢慢变得凝重起来，声音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一样，您到底在说什么胡话呢？姑姑还是不停地放声大哭，我可怜的哥哥呀，死了还被摘了肾，连个全尸都没有。许少谦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脚步有些踉跄地推开门走了进去。许家的亲戚们都面色沉重地站在棺材旁边，看到他过来，立刻就给他让出了一条路。我跟在他身后，脚步沉重地走了过去。许少谦却在棺材前停住了，好久都没有动作。过了许久，他的肩膀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，用力抹了2把眼泪，然后转过头，愤怒地瞪着我。陆芷月，我爸妈哪里对不住你了？你就任由我误会，也不告诉我真相。我神色镇定地望着他，语调平静地说道，爸妈在抢救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是你自己产生误会，然后挂断了电话。我紧接着又给你发了10多条消息，可你却一条都没有回复。关于葬礼的地址和时间，我也想告知你，但是你把我拉黑了，我只能给你发短信。他的双眼布满血丝，
通红一片，眼神里闪过一丝心虚，赶忙找出手机。他点开短信垃圾箱，映入眼帘的最上方10几条信息全是我发的。少谦，你爸妈遭遇车祸了，急需大量血液进行抢救，你赶快通过用血申请啊！少谦，我可不是在开玩笑，公公和婆婆就差这点血来救命了，要是再晚可就来不及了。许少谦，赶紧给爸妈提供血液，你也快点回医院来。许少谦，你把血都给了别人，那爸妈用什么呀？许少谦，公公和婆婆已经不在了，你回来吧。许振国、邱静雅女士的葬礼于本月18日在滨城殡仪馆1楼第12厅举行。看到最后，许少谦的手剧烈地抖动起来，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蹲下身去，双手抱着头呜呜咽咽地痛哭起来。这么多年以来，只要我们一吵架，他就能够随心所欲地把我拉黑，一直要等到他心情好了，才会把我从黑名单里放出来。每一次，我都会想尽各种办法主动去求和，就怕他一生气就不要我了。那个时候，他把拉黑当作是对我的一种惩罚手段，而且每次都很奏效。可是到了现在，这却成了他错过公婆最后一面的主要原因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的手机响了起来，屏幕上显示的是于微微的来电。以前啊，每一次他都会离我远一些，然后去接他的电话，回来的时候还会装模作样的骗我说是同事打来的。有那么多次，我都自己欺骗自己，安慰自己说是他怕我误会才会撒谎的。可终究还是我自己太傻了。许少谦盯着手机看了一会儿，最后还是按下了拒接键。我有那么一瞬间感到很惊讶，以前他是绝对不会错过于微微的任何一个电话的，甚至在我们结婚8周年纪念日那天，就因为他的一个电话，他就把我一个人扔在了饭店里。不过我很快就反应过来了，他肯定是想起了公公移植给于微微父亲的那颗肾脏了。我心里忍不住冷笑起来。当他以为去世的是我父亲的时候，他是那么的冷漠和不耐烦，一条人命在他的口中就像一只蚂蚁一样无足轻重。现在轮到他自己身上了，他终于知道后悔了吗？很快，葬礼按照流程逐步进行，就只等着火化之后下葬了。这时，礼厅的门突然被人推开了，于微微眼睛红红的走了进来。少谦，许少谦看了看周围亲戚们异样的眼神，急忙起身想要拉着他出去，可是于微微却死活都不肯走，眼泪不停地流下来，和她那精致的素颜妆容搭配起来，显得格外楚楚可怜。她像是在控诉一样的看向我，陆小姐，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？许少谦愣了一下，眉心紧紧地皱了起来。于微微捂着嘴，好像受到了极大的委屈一样。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和少谦走得太近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我和少谦早就认识了，我们总不能因为你就断绝往来吧？难道就因为争风吃醋，你就要去告发我吗？听到这话，许少谦愤怒地瞪着我，陆芷月，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？为了报复我，你居然还把微微牵扯进来。我平静地看着他们两个人，微微地笑了一下。于小姐是怎么知道这里的呢？难道是看到了我发给你的短信吗？我发出去的短信上可是清清楚楚地注明了亡者的姓名的。于微微一下子愣住了，慌张地看了许少谦一眼。微微，你也收到他的消息了，那你怎么不告诉我呢？于微微焦急万分地解释着，我以为是他发错了。许少谦却像是在思考着什么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，一句话也不说。于微微彻底慌了手脚，伸手拉住他的胳膊，少谦，我真的不知道啊。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，许少谦竟然轻轻地挣脱开了他的手。于微微满脸难以置信的表情，呆呆地愣在了原地。要知道，许少谦最是心疼他，平时总是巴不得和他亲近，这样的情况可是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。我看够了这场闹剧，冷冷地笑了一下。至于起诉的事情嘛，于小姐不会是忘记了自己在滨津医院这2年都干了些什么吧？你和采购专员李大成勾结，多次违规操作，给医院购买不符合标准的医疗器械，从中获取了巨额的提成。许少谦无比震惊地看着他，声音都不自觉地提高了。微微，这是真的吗？于微微结结巴巴的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少谦，不是的。许少谦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了。于微微突然抱住他，少谦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啊，你不是说受了陆家的恩惠才没办法离婚的吗？我只是想帮你赚钱啊，而且那些手续可都是你签字同意了的。许少谦恨恨地咬着牙，用力推开他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想把责任往我身上推？就在这一片混乱的时候，我的手机响了。我一接通电话，警察就告诉我，他们重新对于微微父亲的血液进行了检测，已经确定是酒驾，现在已经提起公诉了。而且他们还查出来，当天酒精检测没有结果，
是因为血检中心的工作人员做了假报告，对方已经供出是于薇薇主使的，而他们也刚刚到达殡仪馆。电话那边的声音，在场的几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的。于薇薇慌乱的就想要冲出去逃跑，却被许少谦一把抓住，他的脸上满是失望和痛恨。于薇薇，你居然敢造假，明明就是你父母酒驾害死了我爸妈。他愤怒到了极点，抬手就给了于薇薇一个耳光。你明明知道真相，还敢隐瞒，亏我以前那么相信你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这场闹剧，许少谦对于薇薇说打就打，可见他也没有多爱她。于薇薇放声大哭起来，再也没有了刚才那副可怜兮兮的模样。她一边躲闪，一边尖叫着：少谦，你不是说过会包容我的一切吗？你爸妈已经不在了，我能有什么办法呢？我只是为了保护我的家人啊。不过一会儿的功夫，警察就冲了进来，制止了许少谦的动作，然后把他们两个人一起带走了。许少谦因为打人被拘留，我和亲戚们一起给公婆下葬了。兜兜转转，他最终还是没能送他的爸妈最后一程。没过几天，警察又给我打来了电话，原来于薇薇进医院这2年，不止一次在检验报告上造假，已经涉嫌刑事犯罪了。开庭那天，我去旁听了，于薇薇再也没有了之前那种柔弱娇媚的样子，她的脸色灰暗，目光呆滞。审判结束后，她被判处吊销执业证，又因为犯了伪证罪和受贿罪，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，并且没收全部财产。我离开座位的时候，于薇薇抬起头看到了我，她的脸色变了好几次。陆芷月，你赢了。我冷淡地看着她，我从来就没想过要跟你争什么，是你自己喜欢上了一个烂男人，而且你自己也禁不住金钱的诱惑。她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，满脸悲愤地瞪着我。可是最终，她还是在警察的催促下，满脸不甘地被带走了。许少谦拘留结束后，一出看守所就立刻跑来找我，他的双眼布满了血丝，脸色十分憔悴。芷月，对不起，是我太傻了，才被于薇薇骗了。我知道错了，我们能不能不离婚？我爱你，我舍不得你。我满脸讥讽地看着他，再也不想掩饰自己内心的厌恶之情。许少谦，你的感情可真够廉价的，1个星期之前还对着于薇薇说爱她，现在又跑来挽留我。可是我已经不爱你了，我现在只想尽快离开你。我已经重新回到了医院，就像从前一样，接替父亲的职位，重新做回了陆院长。说完这些话，我毫不犹豫地按下内线电话，让保安上来把他带出去。这个保安很实在，一进门就按住他的肩膀往外撵，赶快出去，别逼我动手。被曾经的下属这样对待，许少谦的脸色变得铁青，最后还是很狼狈地离开了。只是他并没有就此放弃，而是换了个地方，每天一大早就跑到我家里来找我，手里还拎着几个袋子。芷月，今天我送你上班吧，我还给你买了早饭，是你最爱吃的蟹黄包，可以在路上吃。刚结婚的时候，我也曾经想让他每天接送我上下班，毕竟我们2人都在同一家医院工作。可是他一直都没有答应，还不耐烦地发脾气，被别人看到像什么样子，别人还以为我是靠着你们家才升职的呢，又要说我闲话了。而且我们的时间安排不一样，你是个有手有脚的成年人，为什么非要别人给你当司机呢？没想到现在他居然转变了态度，主动要接送我。我摇了摇头拒绝了他，既然已经决定要离婚，就不能再这样拖拖拉拉的。但是我的拒绝并没有让许少谦退缩，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，他每天都坚持来。不过他送来的东西我从来都没有接受过，他发的消息和打的电话我也从来都没有回应过。那些曾经是我最渴望得到的东西，现在这么轻易就能得到，可却已经错过了我最想要的那个时机。一直到1个月之后，离婚冷静期结束了，我们又再次去办理手续。没想到在行政大厅等了1个多小时，许少谦还是没有来。我给他打电话也没有人接听。就在我打算离开的时候，许少谦的姑姑给我打来了电话，哭着喊道：芷月呀，你快来呀，少谦进医院了。许少谦吃了一大把安眠药，当我赶到医院的时候，他已经醒过来了。看到我的时候，他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一圈。芷月，求求你原谅我吧，要是在以前，我肯定心疼得不得了，哪里还顾得上生气呢？可是现在，我只觉得这非常可笑，甚至我还带着一些阴谋论的想法。许少谦他自己就是学医的，他自然知道该怎么控制用药的剂量。他肯定不是真的想要自杀，而是想用这种方法来逼我心软。我停下脚步，站在病房门口冷冷地说道：许少谦，你都已经30多岁了，不要再用这么幼稚的方法来挽留一个女人了。说完，我毫不迟疑地转身就走，身后突然传来扑通一声巨响，我皱着眉头看过去，
只见许少谦狼狈地跌倒在病床旁边，输液的针头歪了，血液顺着输液管倒流，可是他却丝毫不在意，2行泪水汹涌而出。芷月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想跟你离婚，你可怜可怜我吧。芷月，求求你了，别跟我离婚，就算你不爱我也没关系，我爱你就够了，以后我会爱你一辈子的。我做了那么多的错事，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补偿你好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看着他这副悲痛欲绝的模样，内心却平静得像一潭死水。我不会原谅你的，许少谦，你是个成年人，应该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说完，我决然地离开了。刚到楼下，就看到一群人抬头尖叫，天啊，那个男人是要跳楼吗？医生呢？保安，保安，7、8层楼呢，要是摔下来肯定必死无疑呀。我迟疑地看过去，只见许少谦爬上了窗户，正摇摇欲坠地挂在那里。我的心里猛地咯噔了一下，赶忙转身往回跑。不管许少谦是真的想要自杀还是假装的，我可不想因为他而被人指责一辈子啊。看到我回来，许少谦放声大哭起来，芷月，你不要离开我呀，我已经没有家人了，现在只剩下你了，求求你不要离开我，我只剩下你了，我只剩下你了。我只能含糊地答应着，等到把他哄下来之后，立刻让医生给他打了一针，许少谦这才安静地睡去了。这个时候他的姑姑才慢悠悠地过来了，心虚地问我，你们2个是不是和好了呀？我冷冷地看着他，这一次我再也不会心软了，我和许少谦肯定是要离婚的，姑姑您就别再费心了，以后除了办理离婚手续之外，也请你们不要再联系我了。过了几天，秘书告诉我许少谦出院了，我马上就联系他去办理离婚手续。许少谦到达行政大厅的时候，满脸都是疲惫的神情，胡子拉碴的，身形也比以前消瘦了许多。在签字的时候，他突然握住我的手，身体不停地颤抖着。芷月，我对不起你，真的对不起。我很平静地看着他，过了好一会儿才淡淡地说道，要是你在半年前说这句话的话，说不定我真的就原谅你了。我说的是半年前他过生日的时候，那天他告诉我要带几个朋友回来一起庆祝生日，我就提前准备好了一桌子的饭菜，可是一直等到饭菜都凉了，他都还没有回家，我给他打电话也没有人接听。后来我才看到于微微发了一张合影，希望以后每个重要的日子我都能陪在你身边。照片里他们2个手挽着手，捧着一个心形的蛋糕，姿势亲密的脸贴着脸。我连续打了10几通电话想要质问他，可是他不但挂断了电话，还把我拉黑了。一直到第2天早上，许少谦才回到家，我瞪着一夜没睡而布满血丝的双眼，问他昨天是不是和于微微在一起过夜了。他却把一桌子的饭菜都扫到地上，大声地斥责我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，整天疑神疑鬼的，你打那么多电话就跟催命似的，你让别人怎么看我呀？说完他就摔门走了，之后好几天都没有回家。那一次我就在心里暗暗下了决心，不想再主动去求和了，就等着他来给我道歉。可是一直等到他和于微微去出差，我都没有等到他的道歉，还是从于微微发的动态里才知道这件事的。想到这里，我闭上眼睛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快速地签好自己的名字，拿着离婚证走出去的时候，我感觉浑身都轻松了。这段时间以来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。刚要上车的时候，一只手突然拉住了我的胳膊，许少谦的脸上满是不舍和悔恨，抓着我的手还微微地颤抖着。芷月，以后我们还能是朋友吗？我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又轻轻地笑了一声。你说的不会是像你和于微微那种朋友关系吧？拉着我胳膊的那只手颤抖了一下，然后突然就松开了。许少谦失魂落魄地站在原地，目送着我离开，再也没有说一句话。因为这次的事情，我在医院里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，这才发现许少谦在任职的时候留下了多少问题。在爱着他的时候，我被感情蒙蔽了双眼，现在我才看清楚，他根本就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完美优秀。我也终于明白，正是因为我在感情里总是把自己放在很低的位置，所以他才会不珍惜我。在这之后，许少谦虽然没有再联系我，但是我知道他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我的生活。我过生日的时候，他会订好鲜花和蛋糕送到我家里；我出差的时候，他会让酒店给我送夜宵和糖水；我生病的时候，他会让人给我送药，里面还有手写的纸条，标注着用法。像这样体贴入微的许少谦，除了恋爱的时候，我就只在于微微发的动态里看到过。我没有去找他，只是默默地收下那些东西，他不过是不甘心罢了，时间长了自然就会放弃的。可是我没想到，他这一坚持就是6年，甚至在我和新男友订婚之后，
她也没有停止做这些事情。我实在觉得这样不太合适，于是就带着男友一起去找她。见了面才发现，许少谦这几年的变化非常大。他是他们家所在的那个小镇上唯一的名牌大学生，毕业之后又得到我爸爸的提携，一路平步青云，30岁就当上副院长。那时候的他意气风发，可是现在呢，他整个人颓废的就像一只丧家之犬，衣服皱皱巴巴的，头发也很长时间没有打理了，乱蓬蓬的垂下来，挡住了眼睛。说话的时候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充满自信，语调高昂，甚至都不敢直视我的眼睛，直指月。男友惊讶地看了我一眼，他没想到许少谦会是这样一副模样。我没有多说废话，只是把我即将举行婚礼的消息告诉了许少谦，以后那些东西你就不要再送了，我也不会再收了。许少谦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起来，他焦急地抬起眼睛看着我，芷月，我没有别的想法，我只是想对你好，弥补我曾经犯下的过错。我打断了他的话，声音十分冷淡，我不需要，你这样做只会让我觉得困扰。他的话突然就停住了，愣愣地看着我，直到我们离开，他也没有再说一个字。没过几天，许少谦的姑姑就给我打来了电话，芷月呀，少谦他被警察抓走了。原来呀，6年的时间过去了，于薇薇已经服刑期满出狱了。他在监狱里根本就没有改过自新，一出来就想来找我报仇。许少谦在我家附近闲逛的时候，发现了正在踩点的于薇薇，两个人就发生了争执。于薇薇情急之下对着我破口大骂，说了很多难听的话。愤怒之下，许少谦从车上拿出棒球棍就开始打他，一直到警察来了才停手。于薇薇受伤太重，当场就死了。许少谦则被带回了警察局。芷月，你能不能去看他一眼啊？我很平静地回答道，不好意思，我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不方便去看他，而且我也不想去看。许少谦的姑姑尖声地指责我，你怎么这么冷酷无情呢？少谦可是为了你才杀人的呀。我冷笑了一声说道，他是成年人了，他和于薇薇又互相认识，他们两个之间的恩怨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说完，不等他回答，我就果断地挂断了电话，还把他加进了黑名单。没过多久，我从别人的闲聊当中得知，许少谦被判处了8年有期徒刑。婚后的第3年，许少谦的姑姑到医院来找我，许少谦在监狱里被人给打死了。我没有去参加他的葬礼，既然已经彻底断开了，我就不会再去缅怀过去的事情了。下班的时候，丈夫抱着女儿来接我，迎着夕阳，我大步地朝着他们走去。